好，这一节焦点我们要镜头转到菲律宾身上了，因为菲律宾今年呢，不管是在政治、社会各个方面都面临到很多的动荡，尤其您看到连续很多个台风侵袭菲律宾，结果造成了259个人死亡，还有数百万人被迫撤离。但是原本大家都以为说这是天灾带来的灾害，结果不调查还不行，一调查结果发现，原来这根本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很关键的防洪工程被系统性的贪污给掏空，让灾情变得更加的惨重。那很多人就在想说，好，离谱涉案的可能就是1-2个官员，没有，因为现在一步一步被揭露，说包含了有这个工程的高层、承包商，而且甚至连国会议员都卷入。大家都在看，因为这些人甚至很多人是小马可仕身边的亲信，所以这让民众呢，菲律宾民众直接炸锅了，非常不满。从这一张照片您可以看到，其实这些民众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白衣服，他们出来抗议，整个形成了一片白海。主办单位统计了，说现场有65万人，他们出来抗议，主要诉求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全面清查总统身边的人，而且还没完哦，整个防洪的这个贪腐案持续在延烧，包含了宗教团体、民间团体，他们也出来抗议。发起了100万级的示威，在短短2天有120万人，他们投入了这一场抗议。好，菲律宾的这一场风灾变成人祸，当地民怨直接炸锅。苑老师，您看，单纯就是因为这个贪腐案，大家忍无可忍，还是早就对小马可仕政府很不满了？我必须坦白讲啊，菲律宾有1亿多人口啊。那么这个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呢，上街的话呢，号称65万人啊，2天合计只有120万人啊。我觉得的话呢，从某种角度来讲，按比例来讲，这个抗议的人并不是太多。但是请不要忘记啊，菲律宾是整个亚洲地区是直接采用美国民主的这个宪法的国家。那个我们自己也了解啊，我们在台湾的话，遇到这种政府贪污的事情啊，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情绪上极大的反应，大家都会走上街头啊。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有几点是非常跟人数是不一样。第一个的话呢，这个事件的本身呢，这些出来抗议的人啊，是抗议的理由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叫清君侧啊，就是说你这个总统小马可仕旁边的人啊，通通在贪污，尤其是他的亲戚，而且这个事实上我们已经讲了好久，就菲律宾人呢，这个国家完全没有进步的空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整个情况下来讲。这个小马可仕现在面临的是自己啊内忧外患一大堆，内忧的话呢，自己家人都讨厌他要死。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个报纸叫做《马尼拉 Times》啊，《马尼拉时报》，那居然讲黄岩岛就中国领土。啊，这个大家这在报上面写的，就是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我不晓得这里面有没有大陆买通的或者怎么样的哈。但是这个报纸说完了，我们上次在这边就评论这个新闻，就《马尼拉 Times》里面消息就有这样子讲的话，就是说对于小马可仕来讲，他现在就是孤注一掷啊，就是完全用南海的议题来显现他的威望，然后这个也搞不清楚，那自己国内不买单。然后另外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美国从头到尾就没有支持他，反而是在拖他的脚啊，因为小马可仕现在做成这个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表现的时候，很多人就外传了，我也听到这个谣言，就是小马可仕有把柄在美国人手里，那他自己的话呢，也不敢对美国说什么，也不敢讲什么，他的确就是跟着老马可仕在1986年的那个政变，革命的时候呢，就 People's Power 就跑到夏威夷去了嘛，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在美国长大的情况。他目前面对的内忧外患情况非常局面，我根本都不忍心提到在荷兰的杜特迪，你知道，那个在随时准备搞他的啊，那交给你们2位再好好谈一下。好，大家都在说小马可仕现在就像岳老师说的，真的是内忧外患，除了有来自民众的压力之外，现在连家族内部也掀起了风暴。为什么？连他的亲姐姐现在都不挺哦。参议员艾米马克斯他直接大义灭亲，他在这个反贪集会上直接公开指控他的弟弟，也就是总统小马可仕涉毒。说第一夫人也涉毒，甚至总统的长子也涉毒。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全场是瞬间安静了0.5秒，因为太震撼了。他的姐姐怎么说出这样的消息？那这个被指控的总统长子桑德罗，他是直接罕见他反击说：“姑姑，你说这一些话指控是危险而且不负责任的。”那菲律宾总统府呢也出来说小马可仕在2021年的时候就验过毒品反应，那时候是阴性。而且暗示说，这个小马可仕的姐姐艾米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发难？认为说可能就是这个反贪调查，恐怕涉及到他的政治盟友有关系。好，其实大家也在说，他们兄妹关系可能早就有这个裂痕了。他们的这个关系本来就有裂痕，但他姐姐选在这个时候发难。就我们想问明宽哥，你来看，他真的是大义灭亲，还是说家族内部他们现在权力板块确实就是在洗牌？那他必须为了自己，他只好先切割自保。
我们先来简单的说一下菲律宾哈。YMCA 有国际的援救，比较远的援救会到非洲去。其实亚洲有很多地方也需要援救，包括了像印尼、菲律宾也要。很多人会慌了，菲律宾人口1亿多，有7000多个岛，菲律宾不是很有钱吗？菲律宾的贫富差距非常非常大。那菲律宾呢是一个非常难管的地方，为什么呢？多种族、多民族、多岛屿、多语言，他们的宗教很多，然后人口1亿多人呢，大家说的话都不一样。所以呢，菲律宾呢要当总统的话，只有2个地方出过头，要么就是在吕宋岛，要么就是在明达纳尔岛，因为它有3个大行政区。刚老师有说哈，菲律宾这个地方非常的神奇。那我现在跟各位说，马可仕更神奇啊！为什么呢？我第一次看到关于马可仕的一个新闻是，他在舞会当中被雷根总统抱着，那一年他3岁，因为他爸爸跑路了，他们就在夏威夷，他们就一起在一起。所以你跟我说小马可仕真的懂菲律宾人的苦的话，我个人是不太清楚的，我不太相信。简单的说，小马可仕是个公子哥。小马可仕是个公子哥。我们从公子哥这个地方开始再往下延伸哦。在菲律宾选举非常的麻烦，为什么非常麻烦呢？第一个，我们刚好跟各位说嘛，多岛屿、多种族、多宗教，所以呢，你在当地称王之后，你要开始怎么办呢？你要开始拉帮结派，因为你能够管的地方真的不多啦。我们讲个简单一点的哈。马可仕家族他们家在整个出来崭露头角的时候，他们只是在吕宋岛当中北方的中国的乡村，他们开始出来的哦。从小选举开始，选举完之后开始往下走之后，开始分赃到最后呢，各位整个菲律宾垮了嘛。可是各位，菲律宾不是自始至终都这么弱哦。菲律宾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亚洲第1强国他们从西班牙管完之后，美国管完之后，他们是亚洲第1强国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崩解的？他们就是民主化之后开始崩解的。过去殖民时代他们是强国所以简单的说，因为多种族，因为多语言，所以简单的说就很难管。回头来谈了，为什么他的姐姐要出来指责说小马可仕来到这个地方他吸毒？现在跟各位说，菲律宾他们的总统选举，菲律宾的总统选举跟南韩一样，他们是5年1任，不得连任。所以呢，很简单，你要的话就是大刀阔斧的改。要么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让你的兄弟，让你的整个所谓的同才都能够过得很好。那菲律宾现在的状况是，第一个，菲律宾今年的台风特别多，每次都造成很大的一个灾害。造成很大的一个灾害就很简单的，公共工程行不行？排水行不行？你的房屋行不行？最后一看，全部都不行嘛。那为什么全部都不行呢？菲律宾的总统其实跟韩国的总统一样，他是有一个诅咒的。什么叫诅咒呢？要么就跑路，要么就被关。很特别，这个很特别，所以我简单的最后来做一个 ending 这个 ending 要跟各位说的就是，各位记不记得主持人刚说2021年他为什么要去做毒品测试？很简单，要当总统的嘛，要当总统的，要当总统的时候要跟全国的人说清楚，你到底有没有用毒品嘛？那目前他有没有用毒品？小马可仕有没有用毒品？帮小马可仕有没有用毒品？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今年2025又要总统大选了，而现在是人人有信心，个个没把握。现在的人心正在浮动当中，所以现在大家都在为未来在打算了。确实，好，现在内部非常的动荡，他的家族分裂真的是白热化。因为呢，现在小马可仕本人到底怎么反应，其实大家也在观望了。民众很多的怒火要求他下台，但是我们来看到总统府的反应哦。总统府反应是说，这只是一小撮人。确实，刚刚岳老师也说，按照比例上来说，但是这就是有民怨嘛。但是更敏感的是说，这个抗议现场竟然有退休的将领现身在声援，直接喊军方说撤回支持。但是在曾经经历过人民力量革命跟军变的这个菲律宾呢，其实这个讯号蛮不寻常，所以大家也在观望。那军方最新是罕见警告说，示威里头可能有不肖分子，甚至有外国资金的渗透，还影射说是邻国可能要对菲律宾的社会来挑拨离间，制造对立。好，现在大家在看菲律宾现在呢，民众上街，家族内战真的是内忧外患。那军方现在又说有外部的势力风险，会不会陷入了这个内部失序、外部压力双重夹击？更您的看法？我跟你讲哈，你看你自己顾好自己比较要紧啊，不要说把外国势力给拉进来啊，对不对？因为实际上菲律宾的一个社会本来就是不是一个走在轨道上的社会。那他们的民主制度是学习美国，仿效美国有参众两院。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他们的架构是存在的，可是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精神跟以及尊重宪法的那个态度是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虽然很早就已经被美国这个就是说殖民了，可是问题是他都没有学到真正的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老的马可仕开始，一直到现在，
其实贪污的像罗牧师啊等等这些贪污的传闻没有断过。当然这个事情发生了，就说哎呀，天灾造成什么？造成了这个台风啊，卡马基台风本来不会死那么多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卡马基过去的时候，防洪工程全倒了，你知道吗？洪水冲进来，所以才会死了259个人。他可以死一点点人的，死了这么多，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豆腐渣工程。那豆腐渣工程呢，马上被小马可斯自己拿来讲，他说：“我很痛心啊，我认为啊，这些承包商所做的都叫做幽灵工程啊，我下令啊，要成立委员会特别调查。”就抗议的老百姓就说：“调查应该调查你自己吧，对不对？难道你会不晓得吗？”结果你知道现在他们说调查，真的调查出来了。要在听证会里面，你知道包商真的出来作证啊，40个国会议员说，给不给钱？不给钱就不给标，不给钱就不给你标案。哇，那比我们台湾那些贪官还要可怕，真的不。国会议员不是参议院就是众议院的，不给钱就不给。结果总共贪了多少？总共贪了1000亿披索，大约等于是580亿台币啦。